拒絕計劃性淘汰，只需要30秒，免電腦、免越獄，教你從底層徹底阻斷 iOS 的靜默升級。這可能是你見過最純淨的 iPhone 屏蔽更新及養老教程，並且是無廣告一鍵部署完成，讓你的 iPhone 永遠停留在它的性能甜點位。Did you know blindly updating older iPhones is equivalent to voluntarily throttling your computer power? Let help intercept low-level requests.You must anchor at the golden intersection of comput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Execute the Light Help automation script, taking full control of the environment from your PC to your phone. Permanently lock down Apple's OTA servers. Remember, make the device serve you rather than being hijacked by the system.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光速分享。每年的9月份，科技圈都有一場狂歡，那就是蘋果的 iOS 年度大版本更新。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嘗鮮，但今天我要給所有老用戶敲個警鐘：每年9月份的跨代強制更新，對老設備往往是一場災難。伴隨新系統而來的，不僅僅是花哨的功能，還有對舊手機硬件算力的無情榨乾。這種新老交替的算力代差會導致你的手機嚴重發熱、卡頓、殺後台以及尿崩級的掉電。其實真正的極客都知道一個生存法則，找到適合你手機硬件的養老版本，然後永遠的停留在那裡。Resistance is futile. 但這究竟是為什麼呢？這背後不僅僅是算力問題，更有一種科技圈心照不宣的計劃性淘汰。新系統引入的複雜 UI 和重度的大模型 AI 計算，會把舊手機的硬件算力被動榨乾。今天這支影片，我就從底層邏輯出發，教大家必學的養老保平安秘訣。新設備也將了解該如何計劃性升級。我們將硬核盤點歷代 iPhone 最優養老版本，並教你如何建立護城河，並一鍵徹底阻斷新系統的靜默升級請求。所謂的養老版本，就是在設備生命週期中，流暢度、電池續航、App 兼容性達到完美平衡的系統大版本。這也是硬件算力餘量與系統內存調度之間達成的黃金交叉點。Unlimited power！ 既然清理了核心邏輯，那各代的神機到底該停留在哪個甜點位呢？以下是歷代 iPhone 經歷過大規模驗證的養老版本。iPhone 6s 建議死守32位時代的 iOS 10.3.3， 擁有無可比擬的跟手感。iPhone 7和 iPhone 8則建議停留在 iOS 14.8， 這是最後的輕量級 UI 時代。既保證了主流的 App 兼容性，又不會給老芯片帶來過度的算力負擔。iPhone X 和11系列強烈推薦 iOS 15.7， 這個絕對是養老神卷，避開了 iOS 16之後的重度鎖屏、內存佔用。而 iPhone 12和13系列則建議停留在 iOS 16.6 或 iOS 17.3， 這是 A14 和 A15 設備在信號穩定性和待機功耗上的甜味點。iPhone 14和15系列建議停在 iOS 17.4 或 17.5， 這是在端側大模型全面時裝前最後幾個極穩定版本。至於最新的 iPhone 17，由於官方最新已經劃時代對齊了年份的 iOS 26，底層邏輯也很簡單，預裝或早期的系統版本永遠是最完美的選擇。當系統迭代到 iOS 26的末期小版本，比如 26.6 左右，初期的 bug 已經修復，此時可以直接停更，足以保障未來3到4年的極致流暢。等待未來2個大版本之內有非用不可的重量級大更新，否則目前不需要去碰未來給新設備硬件準備的系統。如果你對複雜的版本號感到迷茫，這裡教大家一個極客圈通用的黃金定律。從 iPhone 16起，蘋果開始將其操作系統的命名方式由連續的版本號改為了年份。在這之後發售的產品，如果你不知道該停在哪裡，可以直接用 iPhone 發售的數字型號加上12，
並停留在該大版本 0.5 左右的小尾缀即可。例如 iPhone 16加上12是28， iOS 28.5 即为最优解。這通常代表着出厂原生系統的最終完善態，也是底層代碼與硬件契合度最高、最安逸的絕對穩定期。但這裡有一個進階的保守策略，如果在此迭代期間，蘋果跨代升級了基礎運行內存的容量底線，建議將最終得到的版本號減1，因為運存門檻的躍升，往往伴隨着系統底層重構與更激進的內存調度策略。此時退一步海闊天空，避免老設備遭遇無法逆轉的物理瓶頸。當然，如果你不想親自去追蹤這些繁瑣的底層演進周期，最省心的防守策略就是直接訂閱本頻道。在未來，每一個涉及核心體驗跨越或系統風控的關鍵節點，我都會第一時間為大家進行技術吹哨，給出最精準的升級與防守指引。不過，光知道停在哪裡還遠遠不夠，真正的硬仗其實才剛開始。因為蘋果有100種方法讓你在半夜被迫的自願升級。接下來教大家的是我們真正的防背刺護城河。平時大家去搜屏蔽 iOS 更新方法，最惡心的一步是什麼？當你去訪問那些所謂的資源分享站，滿屏都是偽裝的下載按鈕和牛皮癣廣告。你耐着性子看了一堆亂七八糟的廣告，經歷了無數次的右倒跳轉，最後連真正的核心文件都沒有摸着，純的浪費時間。即便你好不容易拿到了原始鏈接，當你發給朋友或者自己用 Safari 訪問時，系統還經常把它當成普通文件，直接扔進了文件 App 裡，根本不會彈出安裝界面。說實話，這種極其糟糕的體驗徹底惹怒了我。既然外面的環境這麼惡心，那麼咱們即刻就自己動手來幹，直接從底層重構一套純淨的分發邏輯。Fix the bug, plug, click it. 為了徹底解決這個痛點，我用極客的方式給大家打通了一條專屬分發通道。以後屏蔽更新，只要掏出你的 iPhone， 打開手機自帶的 Safari 瀏覽器，直接輸入我的專屬節點，30秒內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步驟。或者直接去我的開源工具庫 LetterHelp 查看最新的 OTA 鏈接。我會在每個 iOS 大版本自動更新所需的描述文件，使用的描述文件就掛在我的 LetterHelp 倉庫內，你可以直接訪問親自看到它。項目完全開源，已經超過了400星與200家高負荷占比，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更多的實用功能可自行探索。屏蔽更新就是這麼簡單，訪問之後，系統會立刻如絲般順滑的直接彈出嘗試下載設定的描述檔提示，點允許，然後進入設定界面，在最上面已下載的描述檔，進入後一鍵安裝，全程不到30秒，屏蔽更新搞定，全程無痛，永久防背刺。解除屏蔽更新更加簡單，打開設定，找到一般，拉到最下面，找到 VPN 與裝置管理，查看設定描述檔，打開它，點擊移除描述檔即可。其實真正的養老本質上是我們作為極客對硬件控制權的一次奪回。不管是在 iOS 上做出最理性的系統取捨，還是利用像 LetterHelp 這樣的工具進行系統級別的防禦，底層邏輯都是一樣的，讓設備服務於人，而不是被系統裹挾。夺回設備的主動權，這才是玩機真正的樂趣所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歷代 iPhone 養老指南與防升級全攻略。你的手機目前停留在哪個版本？你對蘋果把系統統一成 iOS 年號有什麼看法？歡迎在評論區跟我交流。如果你對底層系統優化技巧感興趣，歡迎去我的 GitHub 看看。如果這支影片幫到了你，別忘了點讚訂閱，你將不會錯過後續更新更精彩的內容。看到最後的極客朋友們別走開，接下來直接進入專屬福利科技彩蛋環節。
這裡是光速分享，我們下期再見，拜拜。OTA handshake protocols for faithfully severed. NetHelp Core Defense has assumed full control. Do you truly own the device in your hands? Your so-called update later is nothing but an illusion of choice granted by the system. Before the forced push code, ownership of the hardware has already shifted. Reclaim the authority to issue the supreme command. You are its true host.